酷泰克6号 Ultra 是一台我愿意主推给粉丝的产品，它整体没有明显的短板，每一项都做得比较扎实，测试站得住，拆开也撑得住，这样的充电器才叫真正的主力充电器。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测试篇我们已经把这台酷泰克6号 Ultra 当成了一款值得主推给粉丝的产品，原因很简单，它不是某一项数据特别夸张，而是兼容性、充电策略、多口体验、输出品质这些大家真正天天会用到的东西，它基本做得很完整。但问题也来了，一台能让我直接给出强烈推荐态度的充电器，内部到底是靠真本事撑起来的，还只是表面好看？这一期拆解，我们就把它彻底打开，看看它的电源架构、协议方案、核心器件、散热设计，能不能进一步验证这台充电器到底配不配得上我的这份推荐。还是那句话啊，充电器、充电站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先把这个面板用加热板把它加热一下。一般的充电器的这种面板都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直接硬撬的话，有可能把屏幕撬烂。加热以后，利用解胶剂就可以把这个面板和这个镀铬装饰给它取下来。取下充电口挡板，实在是撬不开啊！最后还是依靠这个切割机把它切掉以后，我们才可以顺利的把这个底盖给它撬开。可以看到交流电是通过一灰一蓝两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拔出充电头的模块，这个模块堆叠的非常的扎实啊，有很多块 PCB， 这个堆叠起来肯定是很考工程师的设计能力啊。充电口附近有黑色的泡棉，再加上加厚的导热硅脂贴贴在上面，内部还填有蓝色的导热硅胶。断开显示屏的连接排线，显示屏连框架一起粘在这个主板上面。断开交流导线，紫铜散热片，上面有导热硅脂贴，这两片是有隔热棉进行均热，紫铜散热片下面蓝色的导热硅脂。这个热设计是做到位的，变压器上面蓝色导热硅脂加灰色的导热硅脂贴，内部都灌满了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肯定要花点时间把这个胶清理一下。这一堆胶啊，都是我清理出来的。安装屏幕这块 PCB 背面是隔热棉，防止变压器上面的热量直接传导到屏幕上面啊。这就是内部的模块，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兄弟们，外壳、屏幕、主板、器件都摆在桌面上。这台酷泰克6号 Ultra 是把前级主电源、隔离整流、后级降压、端口控制，再加上 MCU 管理和屏显触摸交互，做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在测试片里不只是兼容性表现好，而是各种测试表现都能够同时站住。因为这些东西背后靠的不是单点堆料，而是整机电路分工明确，功能分层也比较完整。所以下面的章节我们就按功能模块继续往下看。先看前级电源板底子扎不扎实，再看隔离整流和控制系统怎么把基础打稳，最后看三口输出和端口切换是怎么把测试片里那些功能真正的落到硬件上。EMI 及主电源电路，前级输入这一段先经过东莞贝特电子936系列 3.15 安250伏保险丝做过滤保护。贝特电子2003年成立，主做电子电力保护元件。一颗常州新秦电子热轧电阻
承担的是上电浪涌抑制，防止插电瞬间大电流猛灌后级电容。台湾新秦体系1979年成立，专注热敏、压敏传感器等。明理环形共膜电感和东莞微氢电子 0.22 微法275伏 X2 安规电容，压共膜干扰，抑制插膜噪声。微氢电子2007年成立，主做薄膜电容和安规电容。重庆评委实业的 ABMR 510贴片整流桥，规格是5安1000伏，把前面的交流输入拉成后面主电源需要的直流母线。评委实业1988年成立，专注电源用半导体器件研发与制造。整流后的高压母线由香港东家电子3颗420伏高压电解电容，配合1颗插膜电感来做储能和滤波，总容量做到92微瓦。东家电子1984年成立，核心业务就是铝电解电容。旁边还有一颗东家47微瓦50伏电解电容，它承担的是主控偏置供电滤波。电源控制核心是深圳 BEV 电子出品的 KP22086H 和风氮化镓主控芯片，开关频率高，损耗更低，体积更容易压小，而且跟库莱科10 Ultra 的芯片是用了同一款。BEV 2014年成立，主做高性能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主变压器外部有黄色的耐高温胶带缠绕，初级引脚4个，次级加出2个引脚输出。这类充电器测试片里能把高功率输出和整体效率压住，首先靠的就是这一段100瓦级别的主电源底子，做得很扎实。格力整流及 MSU 电路，上头松田电子2颗330匹法陶瓷安规 Y 电容，给初次级之间提供高频噪声泄放通道。松田电子2012年成立，主做陶瓷电容、薄膜电容、压敏、热敏电阻等。经典的431基准芯片加台湾亿光电子的 EL1019 光偶组成反馈组合，让主电源稳压闭环真正的闭起来。亿光电子1983年成立，核心业务就是 LED 红外器件、光偶等光电半导体。次级整流用的深圳 BEV 电子的 KP4060 同步整流控制芯片，去驱动深圳微造半导体的18208 GPM 整流 NMOS， 组成低损耗同步整流。微造半导体2012年成立，主做 MOSFET 的 IGBT 等功率器件。东家电子560微瓦次级滤波固态电容，负责把同步整流后的母线进一步滤平。MSU 供电系统先用杭州解华特电子出品的 JW5017S 降压 IC， 配合这颗合金电感做一次降压。解华特2013年成立，主做高性能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江苏裕泰半导体出品的 ETA5040 降压稳压 RC 做2次降压，给 MSU 和外围控制系统提供更合适、更稳定的工作电压。裕泰半导体2017年成立，主营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研发。主控 MSU 是南京庆恒微电子出品的 CH32V006 F8U6， 负责3口功率分配、全彩显示屏和触摸控制。庆恒微2004年成立，主做接口芯片和 MSU， 配置一颗上海普冉半导体的 PY25Q32HB 32M 比特存储器，用于存储系统 UI 固件。普冉半导体2016年成立，主营 NOR Flash、EEPROM、MSU 和模拟芯片。思颖 3A MKS 的6角触摸芯片提供触摸交互输入，品牌没有查到。这台6号 Ultra 不是加快小屏幕装高级，而是双路降压搭配 MSU 管理系统去真正落地屏显、触摸、模式切换和多口策略。3路输出电路是这台充电器最有看头的部分。2路降压电路控制芯片都是无锡新唐微电子出品的 NDP1415QF。新唐微电子2015年成立，专注电源管理领域各种芯片研发销售。2路独立降压配合2颗合金电感和微造半导体的4颗 VS3618A1 NMOS 开关管，组成2路半桥拓扑，把低压母线再精细变成端口需要的输出电流电压。东家电子2颗330微法25伏固态电容做输出滤波，作用就是把降压后的纹波进一步压下去。咱们测试片里看到它整体纹波压的漂亮，不是靠运气，是这一段2路独立降压再加完整的输出滤波在兜底。协议管理芯片用的是深圳天德裕半导体的 JD6628 协议芯片，负责3个充电口的协议识别和协商。天德裕2010年成立，主做移动智能终端领域芯片，然后在端口硬件侧 C1、C2 口各配1颗微造半导体 VS3618AE 做 V-bus 开关，旁边2颗白色 R065 采样电阻负责 C1、C2 电流采样， A 口这边则是1颗 R010 做电流采样，再配上4颗山东青岛微电子的 PMOS 开关管
型号是 30P50N， 金岛微电子2013年成立，主营二极管、整流器、分立器件等。再加上一颗上海维尔半导体出品的 WAS7227 模拟开关，做 A 口和 C2 口的输出路径切换、基础5伏母线旋通以及端口间的反灌阻断。也就是说，这几个功能不是菜单摆设，它背后有独立的硬件在执行。维尔半导体2007年成立，业务覆盖传感器、模拟和显示器解决方案。猜到这里，逻辑就完全闭环了。它不是一颗只会堆参数的白瓦头，而是一台把功率、协议、控制、交互都系统化做起来的3口充电器。这台酷派克6号 Ultra 的电路优缺点，核心咱们不能硬挑毛病，要看它为什么能在这个价位、这个体积、这个功率密度下，把整体表现做到现在这个水平。先说它的第一个优点，也就是我最想讲的一点，高功率密度下，整机的结构和热设计做得很认真。内部5片 PCB 做立体堆叠，配合全灌风导热胶、陶瓷纤维隔热棉、3片紫铜散热板，叠加麦蜡片绝缘，还有高热点区域加上的加厚导热硅脂贴。这说明它把导热、均热、隔热、绝缘这几件事管得比较明白。对于小体积3口充电器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决定的不是参数好不好看，而是长期输出时能不能站得住。第二个优点就是全国产器件方案已经真正把性能和性价比一起做出来了。从前级主电源、同步整流、后级的降压到协议管理、MCU 控制、皮显触摸，基本都是建立在国产器件体系上，而且还能把性能、功能、结构和成本一起压到更合理的位置，把该有的项目都做出来，价格还能压得住。这一点在今天的快充产品里其实是非常有含金量的。第3个优点就是酷派克工程师的调教能力确实在线。一台充电器用料好，不代表成品一定好用。最难的是把小米私有、公版 PPS、苹果 PD、多口分配、放心充模式、频显交互、低纹波这些东西一起调顺。同样的芯片，同样的架构，交到不同团队的手里，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差很多。而酷派克工程师就是用调教水平把这些器件的价值打出来了。至于缺点我个人觉得这个价位下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这个充电器手机兼容全，手机充电性能够，各种功能做得实用，文波还这么极品，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把它作为主推产品推荐给大家。兄弟们，测试和拆解到这里，这台酷派克6号 Ultra 从测试表现到内部的电路，是一颗高完成度的3口充电器。它最打动我的是兼容全。这些主流手机快充的生态，它都不是点亮协议那么简单，而是真的能把充电曲线和实际功率跑出来，加上多口不断连、手插优先、安心充等功能，这说明它是把日常使用逻辑一起做进去了。更关键的是，这台机器的文波控制、持续输出、转换效率都很规矩，尤其是文波能压到极品这种水平。说白了，这不是单纯能充，而是充得稳、充得干净。再来看现在的拆解，它也没有掉链子，主电源、同步整流、双路降压、协议管理、MCU 控制、频显触摸等，说明内部不是拼凑思路，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加上整机的完整热设计和结构设计，是真的把小体积下的热、结构、绝缘和长期稳定性都考虑进去了。再叠加整套国产器件方案和工程师的硬核调教能力，它的性能、功能和性价比这3件事都能同时站住脚。所以这期视频我给出我的最终评价，酷派克6号 Ultra 是一台我愿意主推给粉丝的产品。它整体没有明显的短板，每一项都做得比较扎实，测试站得住，拆开也撑得住，这样的充电器才叫真正的主力充电器。如果你想买一台小体积、带频显、兼容性强、功能实用、整体完成度又高的主力充电器，这台酷派克6号 Ultra 可以放心的入手。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